有些人花了上千万，一样的冤枉钱，打水漂的很多，我们这边比比皆是。今天这场对话其实蛮有意思的，在抖音的流量时代，你不是建筑师，你是工匠唐师傅，对你，我们都是5年制建筑学科班出身，那么一直深耕在这个乡村领域，我们没有去从事这个主流的设计行业，没有去做这个地产的设计，那我们在深耕在这块领域，对工匠，然后您是这个新媒体的传播方，我是这个建筑的评论人，对吧？我今天充当这个角色，啊，怎么去看待当下的我们建筑学的这样一个困境？怎么去看待农村自建房这个风口？或者说刚刚也讲了怎么去解读这个房子的一种外来的文化、建筑风格所包括的哲学、美学、建筑空间和当地的这样一个文化融合的这么一种现象，对，值得我们可以聊聊这个事情。其实说实话呢，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大学毕业，从这个科班出身的建筑学啊，也都想做一点什么高楼大厦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现实就是那么残酷的，是吧？然后我也是在某一些分水岭上面，跟张老师有分有合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是在深圳认识，他是在深圳大学的研究生，我是在深圳大学外面的一个设计院里面的建筑设计师。然后呢，到了他从那边毕业之后到湖南当建筑学的老师的时候呢，我也是过了2年就回到了湖南嘛。那个时候他在做古建筑，应该叫做新中式的仿古建筑。仿古建筑嘛，新中式。然后我就跟着他做这种仿古建筑，由师傅变成了徒弟，然后跟他学习了很多理论的东西。在后面的话，我们就是自己设计、自己施工呢，一起做了一些事情，就这样子吧，也相当于是走了一条刚刚赵老师说的非主流的道路。但是我觉得也还好，至少的话，我们2个人不是那种纯粹在办公室画图的那种啊，就是自己能够从前到后所有的东西都能够操盘，细节都很清楚，可以说是吹点牛的话，也是真正的建筑师，是吧？落地的建筑师啊，这个是更接地气，我认为。对，今天我和我学生，到这里来，今天一路上的风情、风物、土菜、方言，然后再到这个建筑的拍摄和讲解和这个，其实这就是一次田野调查，对，就是我们学科里边这样一个田野调查，不管是作品也好，或者说论文也好，把文章写在田野上，就这么回事，对，就在干这个事情。而且这些房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啊，打断一下，这房子其实我们没有，虽然说没有做地标建筑，没有做高楼大厦，但是这些房子全是我们个人的纪念碑，我们更加建筑师的纪念碑，我们更加骄傲。对，张老师，你看，虽然是古建筑的博士，但是还是很我被接地气纠正一下，我不是古建筑的博士，我是乡村营建和这个研究的这块，我的方向是。很谦虚。然后其实我认为啊，你们建这个农村的这种房子，更实用，更让很多人就是更有回家恢复田园的梦想的那个希望。可能你们想的是高楼大厦啊，那个离我们太远了，离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太远了。那个是商业行为，这是个体，这是家族。对，这个房子其实说我们的作品，其实更多的是整个这个房东业主的一种家族观的体现。是的，对，他的讲究在这里，他的情绪在院子里边，对他家族的荣光就摆在这个房子，包括他可以敞开大门欢迎村民邻里进来，对，随时进来，对，这也是他们家里面这样的一种品格的展示。对。张老师和唐师傅看着都很年轻的，都是哪一年的？我们2个都差不多40岁。85年生人。85年。像我们这边的人都比较喜欢建房子，但是真正把房子从设计到施工做好的人很少，有些人花了上千万，
一样的冤枉钱、打水漂的很多，我们这边比比皆是，他找不到真正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这个事情的，大部分是吧，都是那些广告公司之类的，所以怎么说呢？很多这种院子、大宅子也是参差不齐。你会发现建筑师的这个作用越来越大。对，并且这个包工头、乡村的、农村的这个草台班子的质量、审美，已经不能够满足业主的需求了。对，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时代的一个风口。我们其实也想把每一个房子从开始建造，甚至连设计的时候一起把它视频记录起来，然后最后面形成一个完整的视频交给业主，让他就是看到自己的房子是怎么样慢慢的营造的过程。就是说将来他可以把这个视频留下来，给他的儿子、给他的孙子去看，哇，这个房子原来是这样子的还挺有意思的。爷爷那个时候建房子是吧？现在是吧？20年以后、30年以后，说不定都没有人再去做这种传统的房子了。是你的作品，其实他觉得更是他的作品。哎，对，这句话我是认可的。他就感觉啊，我一定要留一件满意的作品给后代。